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了，在我的左手边，这里呢就是紫霞湖。整个紫霞湖的湖面呢，延绵有20多公里，水面积很宽。从70几年的时候，整个紫霞湖开始建水坝蓄水，自那以后呢，从来没有干过。当地很多人都说紫霞湖里面有些门板大的鱼，究竟有没有呢？也无从得知。今天呢，我们不是去紫霞湖钓鱼的，我们要来紫霞湖边看一栋砖房。这栋砖房呢，主人家说了6.8万就可以一起打包在这里永久居住了。房子啊，现在都没有了路，全部都长满了杂草，只有这条小路呢，可以慢慢的走进去。甚至于站在这个位置都看不到房子了，看全部被这些灌木丛啊给覆盖住了。其实紫霞湖的这块位置呢，它属于一个小小的一个支流，然后呢一个小岔道，这边的鱼类资源还是挺丰富的。以前记得经常到紫霞湖边去钓鱼，现在这段季节啊，也是鱼情比较好的季节了，所以说天气一好，沿河两岸、沿紫霞湖的两岸钓鱼的人就是比较多的。这条路啊是真的不好走啊！以前这户人家呢，单家独户居住在这边，每次出行就走这条小路。这栋房子已经差不多有10年左右，没人在这边居住了。整个路面呢，现在只有一个大概的样子。我最担心的就是热天之后，这个路上啊可能会遇到蛇，因为在农村啊，这样的草丛里面、大山里面，蛇还是比较多的。这里距离县城有13公里，距离镇上呢有1.5公里。当然，这栋房子呢是不通公路的，步行走过来将近是有100多米。这是单家独户的房子，周边呢都是没有邻居的，距离紫霞湖边将近是有50米左右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栋房子的院子，这边呢有一小块的菜地，他们家偶尔呢还是会在这边种点蔬菜。然后这是一栋砖房，房屋结构还可以，并不是特别的差，但是呢，屋顶的上方已经是有坍塌了，而且房子里面肯定是漏雨的。房子的背后呢是土坎，那边呢还有棵桃树，整个房子周边呢都长满了杂草。这是一个小院子，菜地呢也没有多宽，不到1分地。那边也种的有桃树，这里呢还有桂花树，门口呢有棵枇杷。房子虽然长时间没有住人，但这边呢依然是可以通水通电的。地上看到很多果子，红颜色的。在我们农村看到这个果子，就代表这附近呢可能会有蛇的出没。这个果子呢看着很鲜艳，但是啊不能吃，据说好像有毒。我们走到院子去看一下，这个房门是打开的，然后整个院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多宽，都长满了杂草。底下呢就是一个土坎，再过去呢就是紫霞湖边了。我在想啊，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把它盘下来6.8万，那维修起来可能花的钱不止这么多。按照我以往的经验，修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少说15个左右吧。现在我们就走进房子里面来看一下。这是一栋砖房，总共有3间，没有，就是说每一间没有隔断墙的，将近
每个房间有30多个平方，还是挺宽的，到处都漏雨。这个屋顶呢是用那种篷布盖起来的，以前呢是遮住这个飞尘，防止瓦片底下的飞尘掉落到房间里面。这边就是一个堂屋了，有个木柜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很奇怪，这家人的堂屋背后呢是做了一个厨房。我拍了这么久的视频，这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现象，以前啊从来没见过，而且这边苗族农村是比较忌讳在堂屋里面做这个厨房的。我感觉这里面有点阴森恐怖，因为房间里面的光线特别的暗。这一间做隔断了，有些当年主人家生活过的一些物品在这边。这里还有一个镜子，上面有个喜字。窗户呢留的不大，所以房间里面的透光性呢并不是特别的好。这个屋顶啊特别的凌乱，所以说这栋房子走到里面给人的感觉有点瘆人啊。这个屋顶是千疮百孔，到处漏雨。这个墙面呢也有开裂的现象，大门呢已经拆了。其实视野是挺不错的，站在这个院门口就可以看到紫霞湖的湖面，风景还是挺不错的。主要是单家独户，住在这边是非常的安静。我们沿着堂屋往背后走，还有一间，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，在堂屋的中间修了一个厨房，也就是一个灶台。这背后的房间呢更奇怪，哎呦，这挂的是什么？还有主人家的衣服，这是一件西装，应该是男士的衣服。那边是裤子，这个是白颜色的什么挂在这边，感觉有点瘆人啊。主要是这边太安静了。这里还有小孩的一双鞋，红颜色的运动鞋。这边有双拖鞋。这里有几块砖。这里还有个小孩子的学步车。这样子零零散散的，让人想起了很多不太好的东西。房子大概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整个占地面积，这栋房子差不多达到了120多平。如果稍加的修整一下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这边还有一件毛衣，其实这样的毛衣都是手工编织的，清洗一下应该还是可以穿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房主就给它随意的丢弃在这边了。房子里面基本上贵重一点的物品应该都是搬走了，剩下这些几乎都是没什么用的。这里有些碗，还有把雨伞，这边有个皮箱，这里还有个木桶。房主也说了，这栋房子实际上前几年有北京的一个大哥给他出价了6万5，当时呢没有卖。他说因为房子的周边土地挺宽的，卖了挺可惜。
其实门前的这块将近有差不多接近2亩左右吧，都是他们家的土地。本来以前是准备要耕种的，但是呢，不通车不通路，每次过来耕种的话，种上玉米很难搬，所以呢，就这样子放着了。其实现在他也是挺后悔的，他说如果当年这栋房子自己不需要了，也用不上，6.5万卖给一个北京的大哥，可能是另外的一番模样了。其实前几年房子并没有这么烂，经过了这么几年没有打理了之后，房子是越来越破旧了。我在想，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再不加以给它修缮的话，很可能哪一天就完全的倒下，到时候就变成了一个老宅基地了，很可惜啊。其实这样的现象我碰到了许多，因为这几年呢一直都在湘西这边的农村到处在转，碰到了很多房子。我可能今年去的时候还比较好，明年后年再去的话，房子没人住，慢慢的，就是说破损越来越严重。当时谈的一个价格不肯卖，但是事后呢，很多房主都是后悔的。其实农村人呢也不能怪，是不是啊？有个老宅基地，旁边呢有个1、2亩地，其实卖了之后可能拿个几万块钱，也干不了什么，卖掉了就永远就回不来了。就像这户主人家说的，他说我把这里卖掉了之后，然后我以后再也回不来。当时他是这么想的啊，但是如今呢，他说如果有人想要的话，6万多他是可以卖的，包括前面的这块地一起给别人用。那大家觉得这个价格究竟贵不贵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